程。好，在学习打薄之前呢，我们先对这个头模快速的剪出一个发型啊，我们把它剪成一个短发。那方法呢，基本上可以参照我们前几集的剪发方法啊。来，中间左右分开，枕骨的位置对角向前，先做出它的长度。啊，这个之前讲过了啊。你想剪多长的发型，我们先预先来一个长度啊，把下边的呢向上抬，来拉高它的层次。继续，它下边呢剪出一个高层次的状态，长度呢就留梳子的一半，再短一点点啊。好，再分一片。好，找到刚才的角度，这边方法相同。一指微提升，好，继续。那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在 B 记里有讲得到啊。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打薄，所以呢，我会快速的把这个发型剪好。全头采用8字修剪的方法。好，在侧边呢分为上下两区，然后以临近的发长为导线啊，看一下，继续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这样呢，我先把它鬓角的长度先定好啊。这边呢方法相同。好，侧发呢以临近的发长为导线，梳起来，向后靠一片啊，来放长前面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再把前边的角去掉，拉到前边，把鬓角所有的头发向前带。好，
这边也一样，把前面的角去掉。好，我们把顶区的头发呢全都放下来啊，然后拉平，去做内部堆积。我们在打薄之前呢，首先你要确定好这个发型还有没有角，有角的地方呢，一定要把它磨圆润再进行打薄，否则的话你怎么打那个位置呢，还会有硬线。那顶区呢，我没有剪结构，我直接按去角的方法去连接的啊。大家能看到我的切口呢，都尽量走得圆。继续。跟随导线。好，把前侧所有的刘海都拉到最后一片的位置上修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 啊，这边方法相同。上面继续剪圆形。这样呢，我们结构呢这一块呢就讲好了。好。那我们用最快速的方法呢，去剪了一款短发，好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一下啊，我们讲解一下打薄的思维。首先，我们在这种短发里打薄，你永远要切记，下边要去的多，上边要去的少，啊。然后的话，耳后的地方永远要去的多，正后方的地方要去的少，啊。然后我们打薄的时候呢，还会遵循一个道理，就是由发根向外打薄。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头发你确定要打薄，好，你第一次打薄的位置要发根的位置，然后第二次呢，可能贴近中间，
啊，第3次呢再贴近发尾，是这样的打薄程序啊。如果你没法判断好你的发量的话啊，比如说第1次你用牙剪打了发梢，已经把发梢打得很碎，但是吹干了之后你觉得很厚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又在发中的位置又要打薄，打薄了，然后你刚才发尾已经打了一遍，这时候发尾已经很薄了，所以打完它容易毛躁往外翻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打薄还不行的话，你又要贴根去打，贴根去打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基本上质感已经被破坏了。所以，当我们判断发量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先从发根的位置往外调。那第1步呢，我们开始用牙剪打薄，湿发的时候就可以打薄啊。打薄共分为3种啊，然后呢，有发根打薄、发中打薄和发尾打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打薄牙剪打薄的时候，一共有3个切口啊。第1个切口呢是去除打薄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走一个这样的轨迹啊，去除切口的轨迹。第2个呢是堆积打薄啊，走一个堆积的切口。第3个呢啊就是我们的发尾打薄，用牙剪的话啊。然后其实我们打薄的时候，我们的左右轴啊也起到一定的关系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一步呢，这种短发通常是在枕骨以下分出第1区。枕骨以下，我们分出第1区。第1区是整个发型的一个边线，一个外线啊，这一区一定要收紧。好，所以呢，我采用的是什么？去除打薄的切口啊，去除打薄的切口。来看一下，下边去的少，越到上边去的越多啊。看一下，首先你要用无痕牙剪啊，然后我们更希望要这个底线有一个向前走的流向，所以呢，我们打薄的时候要把发片向后带啊，向后带来制造向前的推力，其实跟我们剪发是类似的道理啊。然后的话，那我们底区采用1点放射，推力是最大的啊。好，打一个去除切口。走到这儿，第3步，继续，这边方法相同，1点放射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流向呢，哎，比较容易向前走啊，结合我们刚才修剪的结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感觉发尾底线厚，我们可以用牙剪呢进行调整。什么样为好呢？就是均匀的、微微的露出皮肤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底线的部分呢，用牙剪直接去打就可以了。好，湿发的时候呢，不要打得过多，柔和就好了啊，均匀柔和。好，第2区打薄的时候，一共分为3区啊。第2区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的耳后的位置呢，更希望贴服一些啊，这个量一定要减少，因为前面的鬓角呢有可能挂到耳后，这样呢它的发量多了，两边从后面看起来会鼓起来啊，比较偏宽，那这种结果呢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所以呢，到第2区的时候，斜向后分区啊，斜向后分区，看，我们还打去除，那这一片呢让它贴服啊，好。第2片开始还要打去除，然后从第3片开始，我们开始打堆积，啊，你看，保持表面的重量啊，不要被打到。那堆积打薄呢，它去的发量呢比较小，啊，所以呢，它还能够保持后面的一个饱满度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重复刚才的动作，耳后的位置斜向后，
打一个去除打薄啊。第二片方法相同。第3片开始做堆积打薄。好，这样呢，下边的这2区呢就完成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我打完薄之后，反而后边呢就更加的饱满啊。最主要你的打薄的层次要运用的对。好，头顶的位置啊，你要观察你的顾客头顶的发量。你像这个头膜呢，它发量就比较多。如果真人的话，头顶发量比较小，我们就柔和发梢就可以了啊。那像这个头膜呢，发量比较多，这时候我把它拉高，在下面呢做一个堆积打薄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最表面的我们打不到，看到了吗？好，梳下来，它会增加它的饱满度啊，因为这个位置呢基本上贴根打的啊。继续走。继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侧边的头发分为上下2区。下区呢还是打去除的切口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柔和一下发尾，让大家看一下，马上这个鬓角呢柔和度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它的鬓角还厚，好，我们剪2个剪刀就可以了啊。耳后看看有没有多余的要调整的啊。要注意啊，现在我们这一步呢是调节发量，你不要想着用牙剪把它线条感全打出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牙剪呢只会均匀的去量啊，大家看上面还是一样，做一个堆积的打薄啊，然后呢顺便把发尾柔和一下，那待会儿吹干了就省事儿了。来继续。那我用的呢是15%的牙剪啊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，来鬓角区域还是去除打薄，顺便把发尾柔和。啊，只要你用无痕牙剪是没问题的。来继续。好，鬓角的头发还多。啊，看，这个位置感觉还厚啊，我们用牙剪调整一下。OK， 这样就可以。然后顶区是一样的啊，直接走堆积打薄。大家看一下操作细节。啊，头顶的位置剪不到的，必须。
刘海呢就不要打了啊，刘海呢直接做发尾柔和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牙剪的打薄这一步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吹干我们做了一个基础吹风，就是把它带顺带直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牙剪呢调亮基本上已经 OK 了啊，已经对这个拳头这个发量分布呢已经是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剪的齐切口落下来发尾有一些硬线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还原我们剪发的切口啊，注意看。你的剪刀呢，剪件不要插入太深啊。走，好。不要把发尾打得过薄啊，平剪就走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密。它落下来柔和就好。先整体柔和。正常，如果发量不多的情况下啊，我们整体柔和，在里面做一下挑剪啊就可以了。但是今天呢，会给大家详细讲解所有的打薄流程啊。唯一你要注意的是，你的剪口不要过密啊，你不要把发尾打得太碎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表面都柔和完了，还差下边拉起来啊。下边呢也要打一下，让它的柔和度由上到下完全的衔接。好，这边当然啊，我这是给大家做演示。一般下边的头发呢，用牙剪就能柔和好啊，或者是徒手剪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外线呢进行修饰。看，向前 C 型梳理，那这个镜车点的这个位置长啊，我们用点剪把它修圆一点点啊，修圆一点点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表面我们用徒手剪呢，去收一下。好，这边呢方法相同。
后面的外线呢，如果你觉得还是长，你还可以再剪短啊，都可以的。那我们在后边修剪外线呢，基本上就采用这种方法，点剪啊，然后徒手剪，一定要慢。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一定要慢。哎，把它打出均匀的效果就 OK 了啊，均匀的效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对整个顶区呢采用柳叶刀的方法。柳叶刀呢，一般我都用单刃的，单刃的。你看啊，从我们后面底区的位置啊，先把它分出来，然后夹上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下边呢你是不需要再划了。下边的话，我们刚才已经做好了，然后就表面这一层，看啊，用食指跟剪尖儿把法术带起来，然后呢旋转一下啊。为什么要旋转呢？因为我们要剪下边啊，就要剪这个法术的下边。那我们这样下不去剪刀，所以呢，我们立着捏起来啊，然后转一下，就转半下啊，把下边的翻过来就可以了。看，边剪边划啊。注意，你看我每次划的都很少，不是很多啊。这个划刀呢，大家不要划的太多了，这是制造线条的方法啊。你用牙剪呢是制作不出来线条的，啊，只有点剪或者是这种划刀，而划刀呢做出来是柔和的线条。来，继续，看，边划边剪啊。好，你去量的多少呢？你自己能控制得到啊。就是你划刀用的力道的大小，就是决定了你去量的多少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用小点劲儿呢，我就划的少一些；我用的力量大一点呢，我就划的多一些啊。这个你要去控制一下。好，从中段开始划它的下边。拉起来的头发一半的位置开始下刀，来继续。上边1/2的位置，你划的发数要均匀。OK， 啊，这样呢，表面呢又柔和细腻了不少啊。接下来我们鬓角的位置，抓起来，先把它发尾呢做的柔和一点点。全都做成笔尖状啊！来，那我头膜呢，鬓角的位置呢是比较厚的，所以我单独的分开，在发根的位置做一下划剪啊。这是剪的啊，兄弟们，这并不是我划的，我是向下剪的。然后表层的位置再走一下。让它柔和，再分一层，方法相同，只划它的下边。好，
这样呢，我们就到刘海儿。刘海儿的时候呢，我们沿着发际线薄薄的分出来一层啊，然后间隔的去拿出来，轻轻的划掉一点点啊，让它形成束状感啊，一定要间隔的去取发束。好，这面同样啊，间隔的去取发束。一定要柔和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那这一面呢就已经打好了啊，这一面就已经打好了。我们另一侧呢方法相同，哎，我们打完的薄呢也不是很碎啊，也不是很碎，但是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下边永远多打，上边要少打，还要保持它的重量和质感啊。那我另一侧方法就相同，那我们柳叶刀呢，去的不要很多啊，去一下就可以。好，这一侧方法相同，然后第一层我们做一些划剪。继续投影最后一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刘海分出薄薄的一层，然后间隔的去取发束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发型呢，打薄这一块呢就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稍稍擦一点点湿发品，大家看一下效果啊。打完薄呢，你还要保持发型的一个质感啊，你不能打得太碎，不要把结构破坏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然后我们打一点点发蜡啊，在表面，好，由下向上，注意啊，不要打到发根，打到发根待会儿就塌了啊。发蜡不能打到发根的，打到发根就塌了。你的照片还没等拍完呢，就已经塌下去了啊！抓起来啊，打发尾，发梢，
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宽齿梳啊，然后按照我们想要的流向把它梳出来。来看一下，我的鬓角要向前勾，刘海儿梳下来，梳下来，梳下来。把刘海的位置整理一下啊，让它均匀的放在这儿，然后我们的鬓角把它打散啊。这边方法相同，向后梳理。好，那这样摆好呢，我们就可以拍照了啊，我们就可以拍照了。来看一下，然后表面呢，我们可以抓起来一些线条啊，不要抓得多啊，抓起来几丝，看啊，就摆在表面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，一定要少啊。对，然后后面呢，可以抓起来一点点。好，好，那这节课呢，我们就到这里。这节课呢，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了牙剪的打薄，然后平剪的柔和发尾，以及胖胖剪的使用。那接下来后期我们会更新只用平剪去做成这样的打薄的一个效果。后期呢，还会给大家录制弯刀的打薄的一个效果。那结合我们之前讲过的发型，大家剪出来之后呢，结合我们今天打薄的方式方法啊，然后最终呢会让一个发型呢做一个好的一个呈现啊。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